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真的很绅士，但是后来慢慢，我真受不了他了，总是因为一点小事情就能跟我吵起来。一年12个月，有11个月都在吵架，剩下那1个月就是各自回家了，就连回家他都不放过跟我吵。有1年回老家了，然后我们俩就只能打电话发短信。然后晚上很晚了，然后大家都互相说完晚安，我就顺便看了一下别人的微博，然后评论了一下，结果他就给我打过来电话说，哎，你骗我！我还莫名其妙，我说刚刚不是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说我骗他了？你不是骗我是什么？你跟我说完晚安了，你还有空去评论别人心情啊？你不就是为了支开我跟别人聊天吗？谁规定我说完晚安立马就能闭上眼睛睡觉啊？那你睡不着，你跟我聊天，你没必要说晚安呢。我就没睡着嘛，所以我就评论一下别人微博。你至于吗？你看主持人他多小心眼啊，这个人特别疑神疑鬼。我在那边聊 QQ 啊，聊微信啊，他都要凑过来看，然后还非要问我，哎，这个人是谁呀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你们认识多长时间了？哎，你们怎么每天聊这么久？都聊些什么内容啊？天天问，遍遍问。有什么不对吗？你问问谁不看？哪个男朋友不看自己女朋友？主持人你也看你老婆的吧？我让你删版。从没有。他都不信任我，还好，现场谁这么做过？请举手。你看一看，都没有人就你，这是疑神疑鬼的。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我去打印单子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？上面全是陌生的号码，还是一联系就是30分钟、几个小时的，还联系那么频繁。但是我拿他手机一看，你知道我发现，他上面把备注给改了，改成10086。我那不都被你逼的，那没办法，我不得为了顾及你的感受，背后再把它加上。那你说为了骗我吗？10几年的老朋友，你说删就删。他就看见这个人，他就说，哎，我觉得这个人没必要联系吧，这人品不怎么样，啪就删了。那人品不怎么样，你跟他交流什么呀？他就开始跟我下一个人说，哎，这个人你觉得，怎么认识的呀？你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吗？你们有什么可聊的呀？没必要，啪又给我删了，我都没有说什么，啪全删了。我都不是征求过你的意见吗？你那是吗？哥们儿，你是怎么征求的？我说这个人基本上都不咋联系，咱们把他删了吧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怎么联系了？我看他那上面聊天记录嘛。联系多的用删吗？我感觉他人品不好，我就删了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他人品不好？这是我通过他聊天记录。我跟你说，只要他不认识的，只要不是他知根知底的，他全部都要给我删掉。我看他那个东西，真的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竟然有人跟他聊微信，10点多了，一个男的跟他说。亲爱的，你还来吗？这是叫去哪儿啊？你这是我们几年前我都没认识你之前，我跟你说，主持人他没有说全事情是这样子的。有一次我拿他手机上微信，然后我忘记退了，然后我就去干别的事情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就跑过来气冲冲的跟我说。哎，怎么你拿我手机上一会儿功夫就这么多人跟你聊天啊？我觉得朋友之间聊个天很正常。他就跟我急了，然后他拿我手机就非要看我聊天记录，一条一条的听，一条一条看，把几年前都翻出来看。有一条看到一个什么亲爱的，你过来吗？那是朋友之间约出去玩。再说那时候我都不认识你，我们俩都没有谈恋爱的。我之前我知道你交了2个男朋友，但是主要是那不是那前男友跟他发的呀。那10点多一个男的跟你说，亲爱的，你还来吗？你要去他家吗？你别激动啊！你要想发生点什么事儿吗？你激动的把这耳麦都给震没了，你不好意思。主持人他平时在家就是这样子，你都不知道他特过分，他光是说我，你看他前女友，我前女友怎么了？我有一次跟他坐着闲聊天，我就开玩笑逗他说，哎，你当初怎么看上你前女友的呀？然后他就跟我急了，我气冲冲的跟我说，我不许他说。哎，你知道他什么语气吗？你说开玩笑，他竟然说你前女友长得也没我好，条件也没我好，身材也没我好，学历也没我好，你怎么能看上他？你这是开玩笑吗？你在背后嚼人家舌头，你现在嚼人家舌头，你算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两个人坐闲聊天嘛，你看他这事就能跟我急了。就算我们现在分手了，我也希望人家找到自己的幸福。你在背后说人家，你凭什么？你哪来那么强的优越感？我不就跟你开玩笑？你看主持人他就说，你就不能这样说啊？那他应该怎么说？他不能说我前女友，不能提。为什么呀？我说不得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以后都不能看你开玩笑了，是不是？你还口口声声说你对我好，我感觉你连我前女友对我好都没有。最起码我在我需要的时候，你还能在我边上，你呢？我生病的时候你在哪儿呢？你看他还是惦着他前女友，你生病我怎么没照顾你？他有一次生病住院发高烧，听到消息我立马就赶过去照顾他了。那时候正好赶上年底了，我单位特别忙，我就跟他说了，我也特别诚恳跟他道歉，我说我可能经常不能来看你了，然后我就挺不好意思的。他还说啊没事没事，你忙你就忙你的吧。结果事后天天跟我念叨说我不去医院看他，我不去陪他。是你就头一天去看我了，是不是？你头一天去看我了是吧？我不是给你解释说我忙吗？我朋友也能看我1天呢，还是我妈去照顾了我好几天，就知道我体谅你了。你体谅过我吗？你工作吗？主持人，我跟你说，有一次下班了回家了，他要让我去看电影，我说这么累1天了，咱们周6周天去看正常吗？那不正好放松一下吗？他非要去，我说行吧，那就去吧。
去了看电影，看着看着，我一回头，你猜他怎么了？他睡着了他。你说我那么累，你还要我去看电影，陪你看电影吧，你还要睡觉。不，那只能怪电影导演，那不怪。对呀，电影太无聊了。我当时脑袋一靠椅背，我这就控制不住，我就睡着了。他还一直说我一晚上不让睡觉。这是小事吗？我感觉这是大事。你让我陪你去看电影是吧？我陪你去了，你要求了，我做到了。那我平时让你帮个忙，你是怎么做的？我怎么没帮？有一个月那个信用卡快到期了，最后一天我让他帮个忙，我这边实在走不开，让他帮个忙，他就推三推四，磨磨唧唧不去。你是不是？哎，主持人，你说我在上班，他打一个电话过来跟我说让我帮他去还信用卡的钱，那我在上班呀，我这忙得抽不开身的，你自己就不能去，非要让我还，然后结果我不帮他还，他就在电话里面一直数落，一直说，他说我是个狠女人，是个绝情的女人，不帮他还信用卡就毁了他这一辈子了。不是吗？因为他没有信誉了，没有信誉，将来买不了房，买不了车，不能结婚，不能生子，然后他这一辈子就毁在我手上了，至于吗？这不是吗？明儿我信誉都受损了，谁负责？不就是你害的吗？你太有心机了，我跟你说。我怎么没有请假？你自己在上班，我也在上班，你不能请假。你们俩老。我要是能请假，我找你干嘛？我还不惜的求你，我那天低三下四的求他，他还推三推四磨磨唧唧。你是怎么低三下四的？姑奶奶帮个忙，最后一天了，你帮个忙去一下。你看我都这样说了，他还推三推四磨磨唧唧不去。光说你不让你还信用卡，你怎么不说我让你帮我烧个水这么简单的事情？我跟他说1遍不理，说第2遍不理，说30遍他还不理我，我说了好多遍。你就说2遍，我跟你说。你看他纠结的问题是什么呀？不是，那你烧没烧啊？这么简单的事，你帮我个忙就行。是这么简单的事，你自己不去做，我没烧。你们俩什么小事都能干起来是吧？你们情人节过吗？没有。相识纪念日过吗？啥都没有。哎，你说这个我好难受。那情人节。怎么了？就是有一年情人节的时候，我们俩相约好一起要出去玩，然后晚上回房间的时候，发现这个房间是没有窗户的，然后我就觉得房间太闷了，想换一间房子，我就让他去跟前台说一声，结果他不去，他嫌麻烦，我就想说这么晚也不要闹了，我就说你不去我自己去嘛。我都走到门口，他一把把我拽回，直接让我摔个大跟头。你说大晚上你去麻烦人家服务员，你合适吗？就一破窗户，你能纠结一晚上，你将就一晚上不行啊！就因为这个，他就开始跟我吵，一吵好长时间，然后我就受不了，我说我不玩了，我回家呀，我准备收拾行李。他还不行，他就把我摁在床上，就不让我走，抓着我胳膊青一块紫块，你看现在还有疤了。你们大晚上你要是真出去了，谁放心得下我？还不是为他好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是的。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。你说。你们俩是怎么熬过来的？为什么都不离开彼此？他要提分手，我去找他求和。他住自己同学家，我去了，我在人家楼下等一晚上。我就想让他原谅我。你舍不得他什么？他对我真的挺好的。他要毁了你的一生，也不给你还信用卡。他出去跟你玩，还要跟你闹。这些都是小事儿，我不是脑门一上来我就就是你心里还是在乎他的，是吧？非常在乎他。那你离不开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？我们俩是刚开始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觉得这个男人真不错，对我真的各个方面都很照顾，然后也很体贴、很绅士。但是我们俩住在一起后，他的问题就慢慢浮出来了。你说，我今天来这个节目，也就是想说这么长时间了，然后他现在过年要请我回他家见他父母嘛，我就特别犹豫。我说，要是再这样继续每天这样吵下去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还该不该跟他一起走下去了。当你听他们争吵的时候，你还在那儿乐，但是真的你聆听他们深层次的内心声音的时候，其实你会为他们伤心和伤感。听听老师们是怎么帮助他们的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大鹏，你外表很魁梧，但内心世界太小气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已经是非常棒的了，能忍到你今天，你再换另外一个人呢，忍不了你2个月就跟你分开了。你太不相信外面的人了，甚至你女朋友，这个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对的事情，她也会慢慢的灰心。她现在能忍到现在，你们相处1年了吧？1年了吗？2年了。我发自内心的讲，我真的觉得他唯一留下来喜欢你的原因就是爱你了。你再这么搞下去，你们一定分开了。如果你可以改的话，就还有希望。可能在爱情里面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争吵其实它唯一的真相是因为还相爱。我想可能不爱了，就真的不吵了，不过问了。
但是爱永远都不是你可以为所欲为做你自己任何事的一个原因。我其实在这个整场的前半场的时候，我一直都在想，我希望他能走。你别这样说，我是想我还没说完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所以，但是我觉得看到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有一个细节，我觉得女孩子也许可以考虑一下，就是当你刚刚开始要哭的时候，你说你很难受的时候，男生那个时候其实一直想要开口，但是他在现场第一次他忍住了，他第一次忍住了，他没有去跟你争辩，然后他看着你哭。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开始相信他是爱你的，但是他只是不懂爱的方式。你不懂得真正去爱一个人，不是天天看着他的手机，看着他的朋友啊。你们为什么要天天吵？你们知道真正的原因在哪儿吗？爱情是一件小事，它永远都是一件一件又一件的小事。可是你们的生活当中只有这一件小事，没有大事。如果你每天都非常忙，或者说你每天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理想，你不会去纠结你女朋友手机里到底有哪几个人人品好，哪几个人人品不好，你不忙，或者说你没有想让自己很忙，所以你的生活中就开始有一件一件琐碎的小事构成，你的脑子里全都在这些小事上面。他想换一个有窗户的，你就让他换好了，可是你千方百计你想让他知道你这个房间有没有窗户不重要，我跟你在一起是重要的。可是他跟你在一起快乐对于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是不是愿意像他刚才在台上那样，那一瞬间你的心突然软下来？这样的时间能不能多一些？这样的机会能不能多一些？我觉得如果你做不到，你留不住他的。如果你能做到，你们一定分不开。刚才老师在问这个男孩说你能不能做到，但以我现在的观察，我觉得你做不到。为什么？你们的开始是基于一种假象，他喜欢的是能够为他去开门、拉座位的那个彬彬有礼的，而且温柔体贴的那么一个人。不好意思，你不是。过不多久，你的真相就出来了。资料上有写一些小事儿，你们刚才没有说到，我可以跟所有的观众说一下。你跟女朋友有一次在玩游戏机，女孩说好说要玩第一局，好，你说第二局让我玩，然后你就去厕所。等你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女孩已经开始第二局了，你勃然大怒，说你自私，怎么能这样？很显然，女孩她觉得很无辜，争吵起来，你暴躁的你把游戏机摔在了地上，有没有这件事情？你觉得这是一个两个人相爱的人能做出来的事儿吗？生活当中不就是这样类似的小事儿吗？在我们看来都不可思议的。你说他自私，恰恰的最自私的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这是你不成熟的一种表现。一个人都不能作为一个成熟的人，他如何去开展一场成熟的爱情？虽然今天你是想挽回，但是你没有找到真正挽回的方式。如何让自己的心大起来？这种大是可以包容女孩的。女孩认清到底你爱的是曾经以前的他，还是现在因为有了一段时间你觉得一种习惯不好分开？一定要做出决断，否则你们还是纠纠缠缠的，在一起凑合一阵子，那绝不可能在一起一辈子。生气啊，是因为在乎；流泪是因为心疼；吵架是因为想要说服对方；而来到这儿，是不想分开，但就是找不到相处的方式。你们俩之间使我想到一段电影情节，因为母亲的出轨，爸爸和妈妈离了婚，女儿跟了父亲。因为自己妻子的背叛，父亲什么人都不相信，尤其不相信女性。从此这个女儿的日子开始难过，她伴君如伴虎啊，她做什么她父亲都认为不是对的，怎么做都讨不了她的欢心，因为父亲不相信女人，因为他自己心爱的女人背叛了自己，所以不允许这个女孩子谈恋爱，不允许她在学校逗留太久，要按时回家，不允许跟其他的男生多一声问候，乃至于一个电话。而这个女孩子总是无所适从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父亲开心。你知道那种伴君如伴虎的那种感觉吗？时时刻刻都是惊慌失措的，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。因为你偶尔的一个犯错会招致一种挨骂、挨打，甚至是诅咒。直到有一天，另外一个女人走进了这个家庭，
走进了他父亲的生活，他的父亲慢慢开始变得开心了，变得阳光的时候，他才万分的后悔，为什么在自己女儿成长的最需要那段爱的时候，自己给了她如此恐怖的人生，让她那几年过得特别的不快乐，他很后悔。但你能说这个父亲不爱女儿吗？他是爱这个女儿的，只是那段时间他自己内心是十分不健康的，因为曾经有人给他带来了伤害。但是最可悲的是谁？是他的女儿。你说呢？自以为是自卑暴躁的男生，天真烂漫而又没心没肺的女生，你们俩碰到一起注定是个悲剧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但是你内心估计是这样想，我是你的一切，但你不一定是我的唯一。比如说，你不能说我的前女友，你不能指责她，你不能说她好，也不能说她坏，你甚至没有权利，没有资格谈论的。而女生，因为她本来个性上就是大大咧咧、没心没肺的。比如说，她不给你还信用卡，不是说她不关心你，她不爱你，也可能她就是不懂事儿。就像那个小女孩一样，她找不到哪种方式来讨你欢心。按道理，你应该像那个故事当中的父亲一样来主导你们之间的关系，但你没有。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不太懂事儿、有点天真烂漫的女生，但是你却把她弄得一天到晚战战兢兢。你没有很好的保护，你太把自己当人看，太不把她当人看，什么事都按照你的步骤。说不敢干这个就不能干这个，说东不能往西，她还能快乐吗？但偏偏她又不是一个悲观主义的女孩，她是个很天真烂漫的女孩。你看，跟你相处了2年，按道理来说，她应该害怕到什么地步？害怕到我请你带我去看电影，我是绝对不敢睡着的，因为你是个暴君。她居然睡着了，所以你说她是不是没心没肺？现在是你给她温暖的时候。我不问你的过去，但你时至今日形成这样的性格，这样的暴君性格，肯定是有自己曾经的历史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如果要解决你内心的这个问题，它是你唯一的解药。没有哪个女人会容忍你这些，早就给你嘴巴子，早就离你而去了。就是这个笨女人，这个天真烂漫、没心没肺的女人，才还留在你身边。所以说，今天是你最后的时刻。我希望你像我所说的那个故事当中的父亲一样，开始后悔那些年给他一种那样的生活。就这样。谢谢老师。生活是自己选的。我也特别提醒女方，涂老师说你是她的解药。当一个人是另一个人解药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你要伟大的付出和伟大的牺牲。那个爱的动力有吗？生活是你们的，你们自己考虑。一起进入黄金社会。娟儿，我真的离不开你，我以后我肯定会改掉我这些毛病，我做一个有包容心的男人，我来包容你，请你原谅我，我真的离不开你。可是你还那样，我都是每天我都我改，我一定改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改。2年你都没改，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行吗？等你改了再说吧。我真的离不开你，现在我对你专一，又没在外面沾花惹草，又不跟别人玩暧昧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是，可是你的脾气我都快受不了了。我改，这是我一定会改的，真的我离不开你，请你原谅我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行吗？这个世界上谁离不开谁呢？说出来你都觉得这个话有点假。离开了他，你要生活。来，2位，请交换你们的秘密。来，还都挺依依不舍，回去吧。请关门。各位，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。如果你遇到了一位把完全对你的占有和控制当成爱的另一半，在一起请选赞成，不在一起请选反对。各位请选择。现场有74.19%的观众朋友说我会离开的，
还有25.81%的朋友说我不会离开哦，谁选的？啊，那个姑娘是吧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缺点，爱情的一个过程就是互相包容的过程。刚开始都有缺点，我还是希望他能改正。我反对啊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对他女友太不好了。作为一个男人吧，应该关怀她，不应该太小心眼了。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要开门的时间了，一起来数5个数：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来，我很好奇，那个男生的箱子里到底放了什么哈？女生看完之后居然还能回来。哎，今天我把欠你的礼物都补给你，请你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是吧？都是些什么礼物啊？这是情人节那天的礼物，这是你生日。这个呢？是我们俩在一块1年的时候，这个是我们俩在一块100天的时候，在苏州那时候一个策划。看看姑娘的礼物。我念上面的啊，后面涉及这个个人隐私的东西我不念了，好吧？希望你以正确的方式改变自己。我刚才说的那个故事。还有一句话没说完。那个父亲在若干年后问他的女儿出嫁的时候，他问她说：“爸爸那些年那样对你，你恨父亲？”那个女儿说：“我知道那是爱，我不过是在替我的母亲赎罪。”他的父亲泪如雨下。你和你的前女友，或者是你的过去，到底是谁伤害了你？我不清楚，但是他本不用替另外一个人来赎罪。来吧，把手拉在一起吧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那个给我，戒指给叔叔。宝宝，哎，过来，宝宝，过来，带着妹妹下去了。这边下。可爱的宝宝，害得有人都不顾规则了，是吧？来，感谢杰利亚对于本节目。